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实话节目，我是主播张宏志。我在台湾从事安养机构的营运与管理工作，担任安养院院长已经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来，我接触过无数的长辈，看过各种各样的家庭互动模式，也深刻体会到台湾社会在人口老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个正在我们台湾社会，尤其是在都会区里悄悄蔓延的严重现象。这个现象到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的2026年会变得更加普遍，它被称为新型不孝。提到不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子女不务正业，待在家里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活，也就是社会上常说的啃老。然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种新型不孝，它其实比传统的啃老还要可怕。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长辈在遭遇这种情况时往往浑然不觉，甚至还将其视为晚年生活的骄傲。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从来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也不会赖在家里需要父母伺候，相反地，他运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和卓越的工作能力，为父母精心规划出一个极度充实、精彩，甚至让所有亲朋好友都羡慕不已的退休生活。面对这样的孩子，作为父母的您，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会不会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孩子是新时代孝顺的典范？请大家先别急着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今天我要分享的真实案例将会撕开这种看似完美孝顺的华丽外衣，带大家看看这底下究竟隐藏着多么令人心寒的真相。这种新型不孝，它不会掏空长辈的钱包，但它会掏空长辈的灵魂。它不让长辈在体力上操劳，却让长辈在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今年72岁的退休教师，我们在这里称呼她为林女士。林女士在过去71年的岁月里，一直深信自己是个非常成功且备受眷顾的女性。她从台北市一所非常知名的明星国民小学退休，拥有一份足以让她晚年衣食无虞的月退俸。林女士的先生很早就过世了，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独生女拉拔长大。她的女儿非常争气，从台湾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台北信义区一家知名的外商公司任职，并且凭借着优异的表现，一路晋升到了市场总监的位置。在亲戚朋友的眼中，林女士的女儿就是那种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优秀且耀眼。林女士自认这一生对得起过世的先生，也对得起自己。尤其是在她退休之后，她的生活状态，用她身边老朋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活成了所有长辈梦想中的模样。而林女士这份令人称羡的梦想生活，全部都要归功于她那位精明能干的女儿。林女士清楚地记得，在她65岁生日那一天，女儿送给她的礼物不是传统的金饰，也不是厚厚的红包，而是一份制作得非常精美的简报档案。这份简报的标题叫做《妈妈的第二人生计划》。当时女儿充满自信地告诉她，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从现在开始必须为自己而活，不要成为那种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等孩子打电话回来的传统老人。女儿期许林女士能成为一个最酷、生活最充实的银发族。身为一个母亲，听到孩子这样说，虚荣心与成就感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毕竟，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既有出息又懂得孝顺呢？从那天起，林女士的生活就完全被女儿接管了。女儿将她在职场上管理国际品牌的那套高效率模式，直接应用在管理母亲的退休生活上。林女士的智慧型手机里有一个女儿早就设定好的网络行事历，上面用各种颜色排满了密密麻麻的行程。星期一的上午是市中心教室的哈达瑜伽课，指导的是一位有留美背景的老师。星期二的下午安排了天母社区大学的写意油画课，听说那位指导老师的作品在画廊里一幅可以卖到几十万台币。星期三的晚上，女儿会帮他订好国家音乐厅的门票。
理由是多听古典音乐可以预防失智症。星期四的行程是日式插花，星期五则是参加松年大学的合唱团。到了周末2天，林女士还要到美术馆担任导览志工。女儿总是会在电话中强调，这些活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环境优良，老师专业，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林女士接触到同样追求高生活品质的同龄长辈。在安养院的经验里，我看过很多长辈因为退休后失去生活重心而迅速衰老，所以起初听到这样的安排，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位非常用心的女儿。林女士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常常向那些还在帮忙带孙子或是每天只能逛传统市场的老同事们展示她的生活，朋友们总是流露出不可思议与羡慕的眼神，夸赞林女士真是好命，有个这么能干又贴心的女儿。朋友们也会抱怨自己的孩子，除了每个月转账3000块台币的生活费之外，一年到头根本见不到几次面。每当这种时候，林女士心里总是像喝了蜜一样甜。她会拿出手机展示自己画的油画，展示在瑜伽教室里做出1字马动作的照片，还有穿驻志工背心在美术馆为外国游客解说的影片。这些照片和影片的拍摄角度以及发布到社群软体和 LINE 群组的技巧，全都是女儿教她的。女儿称之为个人品牌形象管理。那几年，林女士的骄傲感达到了巅峰。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丧偶老人，而是一位把退休生活过得像写诗一样的新时代独立女性。她使用的话剧是女儿从日本网站上订购的。练瑜伽穿的知名品牌服饰是女儿趁着美国官方网站打折时直接寄回。台湾的甚至连插花用的花器都是女儿特别找人从英歌定制的。在林女士眼中，女儿似乎无所不能，总是用最高效的方式安排妥当一切。然而女儿的工作非常忙碌，她们母女俩1个星期甚至通不上1次电话，因为女儿总是在开会、出差或者在飞往其他国家的航班上，他们之间90%的沟通都是透过 LINE 来完成的。女儿传来课程的缴费连结，林女士就回传一个表示 OK 的贴图。女儿传来关于银发族地中海饮食的文章，林女士就回传一个表示谢谢的贴图。林女士当时深信，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表达亲密的方式就是如此，她不能用老一辈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在数位时代打拼的现代女性。她甚至会劝告身边抱怨子女不闻不问的老朋友要给孩子空间。她从不主动打电话给女儿，生怕打扰女儿工作。她认为这是母女之间深层次的默契，但是这份看似坚不可摧的默契，却在林女士72岁生日那一天被现实残酷地打破了。生日的前1个星期，女儿传讯息告诉她，生日当天因为要接待从德国来对公司极度重要的客户，实在无法抽身陪伴她。林女士习惯性地回复了没关系，工作重要。虽然心里有一丝失落，但很快就被体谅女儿的自豪感给掩盖了过去。随后女儿完美的补偿方案立刻兑现，女儿帮她在信义区预订了一家知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单人套餐，安排了附带司机的专车接送，并寄了一台最新款的平板电脑到家里，说是为了让她看画展线上导览时眼睛更舒服。生日当天，林女士穿上女儿送的宝蓝色洋装，坐上豪华轿车，受到餐厅人员夸张的热情迎接。桌上摆着空运来的荷兰郁金香，一切都完美的像一场电影。然而当林女士独自一人坐在这张视野极佳的大桌子前，看着周围的家庭和情侣们举杯欢笑时，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服务人员每次上菜并礼貌地讲解食材时，眼神中似乎都带着一丝同情。林女士拍下精美的菜肴照片传给女儿，女儿秒回了一个赞的贴图，并祝她生日快乐，好好享受。看着盘子里价值不菲的高级和牛，林女士却完全没有胃口。她多么希望此刻坐在对面的是自己的女儿，哪怕两人只是在巷口吃一碗几十块钱的阳春面也好。那一晚，林女士失眠了，
她看着床头那台闪着冰冷光芒的新平板电脑，脑海里浮现出隔壁邻居过生日的画面。邻居的儿子做水电，媳妇在市场卖菜，家里吵吵闹闹的，儿子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麻油鸡面线，大声催促母亲快吃。那种过去被林女士认为吵闹不体面的场景，此刻却成了她心中最遥不可及的奢侈。隔天，林女士忍不住主动打电话给女儿，试探性地说平板电脑太贵重，餐厅太破费，希望女儿以后能多回家看看。电话那头伴随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女儿轻快地笑着说，努力工作赚钱才能给母亲买最好的东西，体验最好的生活。这在管理学上叫做高效率资源分配。女儿认为陪母亲吃一顿饭的机会成本太高，不如把这个成本转化为高品质的礼物。这些冰冷的商业词汇像手术刀一样切开了林女士自欺欺人的防护罩。她第一次意识到，在女儿眼中，亲情竟然成了一门可以计算成本、进行资源分配的生意。其实真正的危机往往发生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某个初冬的半夜，林女士因为急性肠胃炎发作，痛得在厕所里吐得天昏地暗，全身直冒冷汗。在极度虚脱的情况下，她拨打了女儿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女儿带着睡意和一丝不耐烦询问怎么回事。林女士虚弱地表达自己肚子很痛，但女儿却像个线上问诊的医生一样，冷静地询问症状，有没有发烧、拉肚子。接着女儿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判定是急性肠胃炎，并指示林女士立刻用手机叫计程车前往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的急诊室。女儿甚至将林女士过去的体检报告和健保卡号码整理成档案传到 LINE 上面，交代林女士直接拿给医生看，车费晚点再转账。林女士握着电话，期待的是女儿一句“我马上回去陪你”。但女儿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林女士颤抖地问女儿能不能回来一趟。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传来一声充满疲惫与无奈的叹息。女儿表示自己手上有一个案子，早上9点要跟欧洲总部视讯报告，如果现在开车来回至少要2个小时，会严重影响隔天的工作，这关系到下半年的业绩。女儿甚至用道德绑架的语气对林女士说，您是个明理的人，您知道轻重的对不对？一辈子都在扮演明理母亲的林女士只能用尽最后的力气答应，挂断电话后蹲在冰冷的厕所地板上，感觉全世界的光都熄灭了。在人声鼎沸的急诊室里，林女士独自挂号，回答医生问题，打点滴，看着周围都有家属陪伴的病患，她感觉自己像个被遗忘的孤魂野鬼。护理人员询问家属是否去办手续时，为了维持最后的体面，她只能撒谎说家属马上就来了。在打点滴的3个小时里，女儿虽然传了几条讯息询问报告结果和是否需要预约肠胃科会诊，却独独没有问一句，妈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凌晨4点，当林女士看到隔壁病床一位年轻人细心地为年迈的母亲掖好被角、喂温水时，她多年来积压的委屈、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瞬间爆发，眼泪无声地浸湿了衣袖。她终于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晚年生活不过是一座用金钱和资源堆砌起来的富丽堂皇的监牢。而真正让林女士采取行动的是她最好朋友的突然离世。这位朋友同样是独居，生活简单，每天在公园散步。他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在家中过世，2天后才被人发现。这个震撼的消息让林女士深刻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老年人独居的无助。她满脑子都是朋友倒在冰冷地板上的画面。在极度恐惧之下，林女士再次打电话给女儿，哽咽地表达自己的害怕。然而，女儿沉默10秒后给出的回应依然冷静到近乎残酷。女儿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林女士的恐惧是预期性焦虑的表现，并表示已经透过公司的企业合作方案，帮她预约了一位专门处理悲伤辅导和老年心理危机的权威心理学博士。正所谓
在敦化南路环境私密，女儿强烈要求林女士一定要去科学的处理情绪问题。科学的处理情绪问题，这句话彻底捏碎了林女士的心。她终于大彻大悟，在女儿那个用绩效指标、专案管理和效率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这个母亲不过是一个代号为养老的专案，她的生活、健康、情绪都需要被管理和处理。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让她感到幸福，而是为了确保这个专案能够平稳运行，不出差错。女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孝，相反地，她动用了最好的资源来供养这个专案，让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却忘了专案的核心是一个活生生会痛、会怕、会孤独的母亲。林女士真正需要的不是留美的瑜伽老师或权威的心理博士，而是生日时的一碗猪脚面线，生病时在床边的陪伴，以及恐惧时紧握的温暖双手。但在女儿的高效率资源分配系统里，这些情感陪伴是成本最高而产出最低的，因此最先被舍弃。看清这一切后，林女士没有哭闹，她平静地拔掉了家里网络分享器的电源，关掉了那台代表高品质生活的平板电脑，将行事历上所有的行程一一删除。她向油画班老师无限期请假，退出了合唱团的 LINE 群组，也辞去了美术馆的志工职务。做完这些，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接下来的几天，她去了一趟台北的滨江市场，在充满鱼腥味和嘈杂人声的传统市场里，为了1点零钱跟菜贩讨价还价，她花了一整个下午在炉火旁熬煮了一锅先生生前最爱的莲藕排骨汤，让屋子里重新充满了烟火气。她翻出积满灰尘的旧相簿，看着当年抱着小女儿的照片，泪流满面。她甚至开始一笔一画地写信给20几年没联络的中南部小学同学，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1个星期后，女儿终于发现自己的专案彻底失控了，赶回了这个1年踏进不到几次的家。看到母亲穿着老旧围裙在厨房忙碌，茶几上摆着父亲的黑白照片，女儿脸上露出了对低效率事物的不解与烦躁。女儿质问母亲为何退掉所有课程，并抱怨自己为了安排这一切花费了多少心思和金钱。林女士擦干手，平静地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女儿，说出了在心中演练千百遍的话。这30年，我把你从一个需要我喂饭、抱着睡觉的孩子养育成能干的女人，我为你骄傲。可是你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把我从一个有血有肉的母亲变成了一个被你管理的井井有条、不能出任何差错的专案。林女士接着宣告，现在这个专案合约到期了，我想自己把它结案了。女儿听了激动的反驳，带着委屈说自己每天在公司忙得像陀螺，没有时间像别人一样每天陪在父母身边，只能用拼命赚来的钱给母亲最好的，难道这也有错吗？女儿始终认为让母亲活得体面、精彩就是最大的孝顺。看着女儿眼中的泪光，林女士心里也很痛。她明白女儿不是不爱她，只是被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异化成了一个只会解决问题而不会感受情感的人。林女士语气缓和地告诉女儿，体面不是给别人看的，生活也不是靠满满的课程来填充的，那些昂贵的安排她用不到。她真正想要的是女儿的时间，是女儿烦躁时的一句抱怨，或者是女儿吃到美食时想带妈妈来吃的心意。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深思。林女士和女儿的关系虽然没有决裂，但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女儿或许永远无法理解母亲的痛苦，正如母亲无法认同女儿的爱的方式。后来，林女士收回了生活的主导权，不再用忙碌填补空虚，也不再用骄傲掩饰孤独。她重新拿起毛笔，在社区活动中心免费教邻居的孩子们写书法，从中找到了比在美术馆当志工更真实的快乐。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今天想透过健康大实话这个节目强烈呼吁大家重视的社会现象。
我们安养院里也有许多这样的长辈，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成就非凡，付得起最昂贵的单人房费用，买得起最高级的营养品，但他们一年却来不到2次。长辈们在精致的房间里，面对着电视墙，内心却是一片荒芜。李女士愿意将这段惨痛的经历说出来，就是为了提醒所有正在步入晚年的朋友们，务必看清楚孩子给予的究竟是真切的关爱，还是冰冷的高效管理。当子女用金钱堆砌出看似完美的生活，让您忙碌到没有时间感受孤单时，请停下来问问自己，真的快乐吗？不要为了让孩子省心而主动交出自己的心，不要把子女用资源换来的距离感当成是尊重，更不要把这种安排妥当却唯独不给出真心的心行孝顺当成晚年炫耀的资本。因为当危机与黑夜降临，那些昂贵的课程、社群网络上的点赞都无法给予一个温暖的拥抱。真正能支撑我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从来不是光鲜亮丽的专案报告，而是家人之间最朴素、最真实，甚至有点没有效率的人情味。荧幕前的您，听完李女士的故事，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呢？您对于这种把父母当成专案来管理的新型不孝，有什么样的看法？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在留言区做个简单的互动。如果您比较同情女儿的处境，觉得现代社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能出钱出力安排好父母晚年，已经算是尽了孝道，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如果您完全理解李女士的痛苦，认为长辈真正需要的是有温度的情感陪伴，而不是冰冷的资源分配与高效管理，请打上数字2。如果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或者您自己在家庭亲情连结上也有特别的故事与感悟，请将您的经历完整写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相信每一份真诚的交流都能带给彼此力量与启发。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或身边的人有所帮助，请帮我们按个赞，并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